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吴老师，欢迎回到本期的嘉生红丝竹音乐。在我们学习的乐曲中啊，不管是老歌金曲还是传统乐曲，很多节奏都有相似的部分。如果能将这些节奏统合起来练习，再加上适合的弓段，那是不是能让我们整体的音色更进步呢？本期影片我们就来教大家常见的节奏如何加入弓段演奏吧。弓段是我们常在倡导的一种右手运弓技巧的观念，相信看影片的你都应该知道吧。为了让还不了解的朋友快速清晰的搞懂，也让同学做复习，我们还是再次的跟大家讲解一次吧。二胡这项乐器基本上可以将弓区分成3个基本的弓段，分别是全弓、半弓、1/4弓，还可以分成左右及中间哦。这边我们可以拿贴纸将弓做弓段划分，方便我们练习时做确认及观察。将以上的弓段搭配起来，就可以变成右边的半弓、左边的半弓、中间的半弓，右边弓根的1/4，右边靠中间的1/4，左边靠中间的1/4，左边弓尖的1/4。当然，全弓可以分成拉弓的全弓及推弓的全弓。当我们已经将一把弓分成这些基本的等分后，我们就直接用这些部分来练习吧。我们一开始可以用空弦来练习就好，这样可以更简单的将注意力全部集中在右手部分，也可以的注意右手是不是有在正确的弓段内。打开节拍器，将弓速设定在80。接下来我们可以将刚刚列出来的弓段全部都练习一遍哦。如果你都已经把弓段搭配空弦练习后，那就可以将调性导入哦。一样可以使用基础的低调来将所有弓段全部都练习过一次。我们 YouTube 是一个专注于国乐、以二胡的方方面面为主的频道，希望你能订阅我们频道，并且开启小铃铛，这样才不会错过吴老师的每一期影片哦。接下来，我们统合出一些常用的节奏，这些节奏可以搭配弓段去使用，绝对会让乐器的音色再提升一级哦。一拍加2个半拍，这种节奏是非常常见的，而且也是基本要学会的控制哦。一拍我们要尽量用全弓来演奏，2个半拍要用半弓来演奏，而且是左边的半弓哦。正确的运弓是不是跟错误的运弓音色差异很大呢？当然，这个节奏我们也要反过来练习，就是先演奏半拍，再加上1拍，也就是先演奏右边的半弓，再加上一个全弓的1拍。我们选用陈正铎老师的《田园春色》，乐曲中有许多1拍加2个半拍，记得将正确的弓段加入，让音色能够圆润且合适哦。在刘北茂老师的小花鼓乐曲一开始也是使用许多这样比例的节奏，
记得也要多使用全弓与半弓来做分配，这样会让整体音色得到很大的提升哦。2. 一拍半加半拍，这种节奏通常的用弓处理法都会用2个全弓去演奏。这边吴老师教大家，其实可以使用2个拉弓或2个推弓哦。将一拍半使用1/3的弓，再加上1个1/3弓，这样可以消弭掉弓很急促的弓速，音色上面也得到缓解且柔顺的音色。这2种处理法是不是差异颇大呢？在老歌金曲中，邓雨贤作曲，李林秋作词的《望春风》，在乐曲一开始的一拍半加半拍，就可以使用这样的处理方式哦。是不是让人感觉情绪更平滑呢？第3，切分节奏。切分节奏出现于非常多的乐曲中，这种节奏带有强烈的意识感，通常会将这种节奏演奏的有强弱重量之分。我们这边建议大家将切分节奏的中间一拍用长弓或者全弓演奏，这时候会得到一个相对比较好的音色状态。而且前后的2个半拍使用半弓来演奏，这样会形成很好的音色协调。在周成龙老师的阿美族舞曲中，就有使用切分节奏来表现这首乐曲。不妨大家多使用合理的弓段，将音色及声音的重量感表现出来吧。青海民歌的《牧羊姑娘》也使用非常多的切分节奏，这边我们也是要将这样的节奏透过弓段的分配，让声音更稳定哦。第4，1/4拍加1拍。1/4拍对学习胡琴的琴友来说是一个相当进阶的节奏，这种节奏给人一种较为短促的感觉，又觉得这种节奏难以掌控哦。其实只要有好的弓段，不用担心这种节奏的拿捏不好。1/4拍一开始，我们可以先对应1/4的弓段。记得弓段减短后，一定要试着注意用弓的力道哦。一拍的部分，我们一样使用全弓或者较长的弓段来演奏。我们截取王志伟老师编曲的《八月桂花遍地开》。这首乐曲的后段有一段较多1/4拍的短快弓，这部分可以使用我们教过的1/4拍与1/4弓的搭配，更可以凸显这段的优点哦。以上4种的节奏可以归类于常见及常使用的节奏，不妨大家努力的将这些列为每日的基本练习，绝对能让你的音色及音乐慢慢的有进步跟变化哦。我是吴老师，那我们就下期影片再加深红丝竹音乐见面喽。